Stater 品牌原意 Saturday 是一家2020年才在首尔创立的男性服饰品牌，与本频道以萌内滋滋露出，也是首尔街道上目前最被看好的新世代潮流品牌之一。以 Gift Saturday 为口号，将轻松平和的星期六作为灵感，旨在成为大众心目中的星期六模样，混合了舒适、休闲和时尚的元素，深受韩国本地时尚爱好者的喜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胜，今天要带你们认识的是这个男装崛起品牌 Stater。还记得之前跟大家介绍过 Image 中非常低调的 CEO 明珠 Park 吗？然而 Stater 的创意总监孙浩哲则完全就是相反的例子，可以说基本上就是为了社群媒体而活的男人。除了一般会在自身的 Instagram 上分享近况外，甚至在 Stater 的官方 YouTube， 从品牌的第一条影片开始，基本上就是与观众们分享他的工作生活。于10部影片来看，几乎已经有2/3甚至更多的内容都是记录他对于这个品牌的想法。这种以自身的步调作为大众们分享品牌的走向，也慢慢影响了许多新的设计师，并把它当作了新的学习指标。说回 Stater 这个品牌，是由创意总监孙浩哲以及其他4名成员于2020年时所推出的新品牌。先不谈论其个人的工作分配，看得出来的是他们整体工作室的良好氛围，以及彼此对于品牌的向心力。任何人只需要透过 Instagram 就可以看到品牌代表的每日分享。很难想象这是一个素人在创立品牌之后才开始有的改变。当他被媒体们问到这么做的原因，以及想向顾客传达什么样的讯息时，他则表示，只需透过一个社群平台，就可以了解谁在哪里做了些什么。我相信 SNS 已经把世代的主角从一个产品或品牌变成了一个人。正如艺术家和名人现在都可以与全球的品牌合作一样，我认为人们现在也拥有了这种力量。当然，我之所以直接透过 SNS 进入公关，是因为这是我创业初期唯一可以利用的资源。30岁的时候才做一个品牌代表，是一个不寻常的职业，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轻易经历的。在生命中曾有一位导师说过，如果你与他人分享你所学到的东西，你将创造新一代的趋势，并与他们一起生活。我的用意并不是想要提出什么至理名言，而是单纯想与顾客分享我每天所学到的东西。Stater 的品牌概念除了以星期六的礼物作为基础外，整体的服装风格更是充满了现代度假感。在时穿好搭的日常衣着中，加入南方人的休闲气氛，以柔和配色的主基调上加上配饰点缀，干净利落的剪裁也让许多人试穿之后都有神似精品的感觉，而价格又是其1/3。这种情调也让 Stater 成功被食谱集团所看中。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，在第1期的 Crush 樱桃中也有出现过的食谱集团。在这里简单为大家复习一下。Recipe Group 是一家2009年开始执行的时尚行销机构，后来扩展到时尚业务。主理人朱时金最近仍被认为是行销天才，负责各大时尚公司的数位行销。在过去3年里，食谱集团作为一家建设者公司，开始逐步扩大业务范围。他们以发现和培育具有高成长潜力的小品牌作为主要活动。在疫情期间，随着线上时尚市场的大幅扩张，有潜力但资本薄弱的小品牌逐渐增多，而 Stater 也就是其中之一。他们以行销顾问的角色开始接手品牌的商业活动，意思也就是品牌们提供设计创作，而食谱集团负责后续的整合生产和数位行销。食谱集团的成长尤其引人注目。2022年时，总销售额为420亿韩元，而2023年总销售额预估就突破了1000亿韩元。他们目前旗下有34个品牌，除了收购合并 Stater 的母公司 Nature Sense、North Archive 的 Wave Design、Osco 的 Roster 以及 Musang 的 Musang， 这4家公司的100%股权。品牌执行长朱时金表示，最近电商也开始出现了2极化的讯号，在电商平台上生存的小品牌
必须在成本效益和高端策略之间做出选择。食谱集团注重于自主品牌的创造力，我们将忠实履行我们作为优化支持者的角色，使他们能够发展成为可持续的模式。而 Setter 最大的优势就是 CRM， 该品牌由于客户分级管理完善，复购率相当高。虽然是新的产品，但却拥有稳固的忠实客户群。Setter 在获得 Recipe Group 的投资后加速成长，为了实现更大的发展，于2021年完成合并，正在加速扩大规模。为了让品牌与投资者之间的合作有可能成功，因此相互投入了财力、生产链和积极的营销投资。它正好满足了所有网络小品牌的渴望。与食谱集团的会面对于 Setter 来说是一个成长的机会。孙浩哲回应道：“我的方向一直是创建一家公司，而不是创作一个品牌。在这方面，我认为食谱集团和我正在考虑同样的事情。品牌的创造者感觉这个品牌就像他的孩子一样，因此我们倾向于只专注认可我们的客户，从而描绘出缓慢的成长景象。但如果你不能跑得快，你就无法扩展。因为品牌的寿命并不是无限的。我相信只有透过制定扩大公司规模，并根据我们的制造能力和基础设施，才可能成为第2名的新品牌。我们也才能成长为一个健康的公司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我们寻求合并后，会确保必要的资金和人力，并通过共同弥补彼此的空白来创造协同效应。从孙浩哲的视角来看，比起创作，品牌更能让人为人所知的主要原因，还是得面临商业政策和向社会妥协。即便 Setter 的作品已经被韩国市场所看见，但却远远不止于此。Setter 的品牌代表单品就是针织衫和开襟衫，而品牌的主色调使用低饱和的棕绿色原因，除想借鉴于休闲的度假风格外，更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韩国人真的太深爱黑色系的单品了。为了能让消费者一眼就认出品牌调性并做出改变，才选用了温和的低饱和色系代表品牌。然而，针织衫和开襟衫都是属于季节性的租赁商品，销售期最长可为8个月，以春冬季能长期开发的产品群作为核心，创建出长调的品牌模式。其独特之处在于宽松版型，采用了网状的针织材质制成，而特别的是，他们已将部分的商品选用了苏比朗棉材质制成。这是一种被称为羊绒棉的纱线，会比一般的棉质柔软许多，并拥有良好的光泽度和着色性，同时也是一种耐用的面料。因此，即便是暑期的时候，穿上它去海边玩，也能自在地体验生活的样态。同时 ，Setter 为了能够成为全球的品牌，孙浩哲认为需要专注于韩国主要地点开设线下商店，为了就是使其增加中国等全球业务的品牌信任度，而不是透过零售扩张来增加品牌销量。线下商店发挥着加强顾客品牌体验作用。此外，大量涌入的 MZ 世代是 Setter 的主要客户群，我们需要专注于规划客户所需要的产品，而不是市场。这样，即便销售不景气，也至少可以获取一个数据。在扩大规模时很重要。如果一家企业推出市场需求的产品，并以销量来晋升线下，那么该企业最终的唯一武器就是增加门市的数量。海外街头品牌 Stasi 试图在店铺扩张时，在天时地利下创造了良好合作。我认为这就是透过准确满足粉丝们一直在等待的需求，来引领规模扩张的秘诀。Setter 的成长引擎就是他们的粉丝群，拥有年轻粉丝群的品牌共通点，就是品牌与消费者的距离很近，它在买家和卖家之间创造了一种连结。由于年轻一代擅长吸收新的内容，因此透过内容传递与他们相关的讯息变得格外重要。若品牌代表直接与顾客沟通，效果则会增倍。孙浩哲相信直接与消费者分享故事，而不是用报告来调查数据，甚至每周都会安排一次的午餐会议时间，与客户共进午餐并交谈。对以线上为主的品牌来说，进军离线市场并不容易，这是因为对于百货公司或路店的经营缺乏了解。
从哪里入手，没有从开店到经营店的经验，品牌都有可能会犯下下一个致命的错误。而 Setter 也在食谱集团的帮助下避免了这个失误。仅仅上线3年，便迅速的在线下市场开始站稳脚步。2022年7月 ，Setter 分别在深水洞、釜山等地进行了小型的品牌快闪活动。虽然品牌规模还尚未扩大，但也吸引了不少年轻人的光顾，让孙浩哲更加确信了线下展店的重要性。而隔月份，他们就在首尔现代百货中再一次的进行了品牌快闪，而本次仅仅只营了25天，就获得巨大的积极反响，销售额瞬间达到了3.3亿韩元，可见他们的品牌服饰受到了许多消费者的认可。而同年的9月份，Setter 也终于在深水洞开设了自己首家的品牌旗舰店 Setter House， 而开幕庆的派对也迎来了不少时尚人士们参加，真正让 Setter 成功搭上了深水洞风潮。Setter House 主要在于提供差异化的服务，在强化与顾客建立团结的窗口功能，与整年度销售成绩来到了110亿韩元，是前年成长的20倍，使 Setter 成立不到2年，就进而成为了韩国的时尚黑马。而在2023年间 ，Setter 与食谱集团相互配合，并持续积极扩展线下分销网络，来提高消费者的可及性。他们与汉南洞中也开设了新的旗舰店 The Setter， 实体店面以自然的色彩和 Setter 特有的轻松感性，并透过扩大女性顾客的 Warmest Collection 和海外经典商品数量，提供差异化的购物体验与客户计划。Setter 的相关人士表示，如果说深水洞的 Setter House 是休闲氛围的话，那么 The Setter 则是追求体现当代潮流的精致感氛围。由于国内的游客人流逐渐增多，我们计划为到店的海外顾客提供购物的便利性，并透过积极沟通，逐步赢得全球粉丝。Setter 选定了新一季的大势演员朴圭英作为品牌缪斯，并为其23FW 系列发布了 Lookbook。如果还有不认识朴圭英的小伙伴，在这里简单科普一下，她就是为数不多和车银优有演过吻戏的那个女人。瞬间打趴了一众女星好吗？而随着品牌缪斯的入选 ，Setter 也进一步的强化其女装系列，并积极瞄准女性当代休闲市场，成功的又将品牌销售额跃升至350亿韩元。可见啊，时尚对于女人的钱才是最好赚的。到了今年2024年，品牌于5月份在老地方深水洞举办了一场以唱片行为主题的 T 恤快闪活动，他们将整个店面陈列都打造了老式唱片行的氛围，吸引了大量消费者的涌入。而不外乎品牌缪斯朴圭英和其他明星们也都到了现场为 Setter 站台。孙浩哲表示，其实以现在的天气来看，品牌从5月开始，我们就几乎只能卖短袖 T 恤了。如果我们能够提供的设备能够在销售产品时为客户带来欢乐，这不是能成为该品牌的独特武器吗？成为近期韩国热度剧增的黑马品牌，该公司目前已扩展到了经营线下15家门市，以深水洞举办的唱片行 T 恤快闪店，平均周末销售额就能达到4000万韩元。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成功进军线下市场，秘诀就在于敏锐的商品规划和线下门市的各种隐藏装置。而 Reserve Group 的策略性投资也真正为 Setter 持续性的商业模式带来了许多成长。他们将今年的目标定在了500亿韩元的关卡，并稳固于韩国市场后，预计将在日本发展。而食谱集团也依然持续使用 Aggregator 聚合商业模式来挖掘新的时尚品牌。希望以上的分享能够让你们更加认识这个新时代的韩国时尚黑马 Setter， 而其中的商业模式和品牌理念也确实让我收获了不少。但也希望 Setter 能够在经过商业摧残后，持续推出休闲度假设计。如果你也喜欢 Setter 的品牌设计的话，也欢迎在底下跟我分享你们喜欢的哪一件单品哦。好啦，这期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喽，
如果你还想看到其他韩国潮流品牌介绍的话，也欢迎在底下留言敲碗哟。最后，如果你也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请不要吝啬你的手指，在底下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我是阿胜，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吧，安妞。你知道现在时常在韩国实体店面买到缺货的 EMIS，其实在品牌创立初期也有经历过一阵子的撞墙期吗？